好，补发1万，到底发不发？现在看起来要发了哈，但是呢，民进党还是不甘心。其实立法院它已经通过，你就照那个做就好了嘛。不，我们要拿回来。台电韧性，我们要增加200亿韧性，哦，然后什么工商界加一点钱，然后2350万人，一人发这个1万2350亿，10亿的作业费，再编一个预算，他就是不甘愿用原来立法院通过预算的这个法案，他非要自己再搞一个啦，哦，到时候说我的法案呢，我的法案呢，哈，就你知道多无聊哈，卓荣泰天人交战了半天哈，说会用最快速度再编预算。再重新送给立法院，希望立法院接到以后立刻审查，1-2个礼拜就审查哦。那王宏维说你一拖再拖，对不对？应该在10月底，当时法案就10月底前要完成发放啊。那你现在是怎样？还要7个月哦。然后呢，张启凯说不用再送什么修正案，再送什么修正案，原来案就可以了哦。发的心不甘情不愿哦。王世坚就说哦，政府跟立委在第一线看得最清楚哦。那么亲绿的名嘴呢，还去炮轰行政院说，你不是原来说不发吗？违宪吗？现在怎么要发啦？等等哈。那而且呢，现在要准备7个月。王世坚说呢，哎呀，争论这时间没意义，真有意义啊，赶快发，对不对？你这太晚发，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那时代力量的主席王婉仪说，你看看行政院大转弯又要发了，立场摇摆的内阁难让人民信任。你以前说违宪呢，现在又要发了。那你民进党到底搞什么呢？哦，那另外呢，媒体是说大罢免后迅速清理战场，普发现金转弯，823还有一个罢免啦，所以呢，赶快现在先转弯吧。哦，现在发也不排富啦，等等哈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再花10亿作业费，又增加200亿强化电力系统，我们看一下。所以我恳切希望立法院朝野各党团紧速的来通过这个修正条例。那么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来编定特别预算，全民普发1万，行政院确定要发，而且开快车，民众最快9月能入袋。谢谢院长从善如流，我想送到立法院来，我们会在时程上尽量予以配合。期待整个韧性的特别条例能够紧速的通过。还有一些军购嘛，我们会依据编列预算。但前提是朝野要有共识，因为行政院提出修正案，特别预算审完公布后，在1个月内就能普发现金，但遭在野批评拖拖拉拉，就照立院版本赶快发。他为什么还提修正案呢？他直接就执行嘛，我们已经3读通过了。行政院长周荣泰对于要普发现金1万给每个人是多么的心不甘情不愿，发放要整整7个月才完成这整个发放这个程序，照这样算下来。搞不好到明年的10月31号都没完成。普发现金从不排付到何时发放，行政院态度大转弯。来志强，现在网络上都说哈，卓荣泰这个普发就是要发现金1万元哈，那发生这个青鸟大量暴毙现象，也就是说整个是大崩溃哈，所有青鸟都崩溃，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坦白讲，之前骂太凶了，好骂太难听了。哦，什么丧权辱国啊、穷台啊、中共同路人啊，你可以想象到的所有的话哦，全部都骂过一轮了。而且每个青鸟都在骂啊，对不对？每个绿营的名嘴都在骂啊，对不对？每个绿营的民代都在骂啊，对不对？骂，最后25-0大崩盘之后，卓院长改成好了，我发1万块，对不对？你觉得那些青鸟受得了吗？他心脏受得了吗？就说发生所谓现在世界上最大规模产案叫青鸟大量暴毙啊，就是因为卓荣泰发这个普发现金的那个1万元啊，这其实是给我今天在质询卓荣泰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这其实就是给行政团队一个教训嘛。今天你想想看，如果没有这25-0，请问打得醒这个傲慢的行政团队吗？他们到726前一天，我得到的讯息是，他们内部评估至少6起以上，6起跳，所以他们非常乐观呢。所以你看出来25-0之后，你看每个都是嘴巴张得开开的，然后吓到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他们真心相信就是会是6席以上了哈。好，那来了，就是说今天卓荣泰，你既然知错能改嘛，亡羊补牢，时犹未晚嘛，真的就不要再搞这些小花样了啦。我觉得张启凯讲的很对啊，那你送什么修正案来？你有诚意就直接过嘛，直接过大大方方过。说真的，这个事就翻篇了嘛。你用个修正案来，然后呢，你又把时间又拖在那个地方。那我想请问，大家不是更记起说你今天这件事情拖拖拉拉，然后不肯就站在人民的角度想嘛？
所以你看，民进党今天这一整个局面，我说真的，这个我觉得赖清德这种赌徒性格实在太强了啦。他把所有的鸡蛋全部压在大罢免上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失策。那我跟大家拉到前面那一题啊，就我所知啊，今天实际上美国现在对那个赖清德有一个非常不满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赖清德的阵营哈给美国错误情报。这不是错误情报，应该正确来，他们相信的情报给美国，他们只跟美国讲，你放心啊，你放心，对不对？我们大罢免一定要成功，我们国民党一定被碾光光，所以你们相信我，放在那边不用动哈，没关系，等到后面我来处理，到时候立法院我们要是过什么就过什么，他是跟美国这样讲的啊。那美国当然能够，美国能够最相信的情报一定是政府来源收拾嘛。我以前在总统府也是一样，美国相信的是马政府的那个政府官员的情报啊。所以他完全相信，美国是完全相信这一套，是6席以上。结果一看到崩盘成这个样子，我想美国老美也很火。你有没有看到，川普其实本来就有点对待那个赖清德就很冷淡了哈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大罢免之后，川普是直接就不理赖清德总统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觉得说你们这个要么就是无能，要么就是说你今天连估自己的所谓的国内政治情势都估不准，所以因此几件事情加起来，就产生今天台湾我觉得最大的困境是什么？就是说后面的谈判，我觉得真的会非常吃力啊。川普又是个超级慕强性格的人，他就是瞧不起弱者。那你今天在这件事情上，你给错误情报，然后你又已经是，其实他已经几乎跛脚了啦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台湾我觉得哈，他再不收心哈，再不收心哈，我觉得台湾现在产业的谈判会非常非常糟糕的啦。就像讲这个，其实我这节目讲过很多次，我是猜的了，我完全没有内幕消息。我说民进党一定跟美国讲说，没关系，到时候这个726以后，我们在立法院全面掌控，爱通过什么就通过什么，不会有国会反对，对，一定是这样讲的。果然就是这样子啊。哦，所以你现在这个总统，你送什么追加预算，什么新案，不必，你旧案通过以后，你今天要追加，你再剩个案来就好了嘛。我案子只要追加这200亿嘛，对，这不是很简单吗？你原来通过追加200亿，然后作业费10亿，再加10亿嘛。你不是说要7个月才发得完吗？你一下子发不完啊，所以你没有开始，你就用那个没有发完的钱来作业就好了。另外还有一点，青鸟不是都不要吗？民进党不是很多人不要吗？民进党立委不要吗？不要那个省下钱不止10亿啊！你要什么作业费？你假定每个人都要啊？很多人不要的，还有志气我不要啊！对我骄傲，我不要1万啊，就叫他们不要1万你就够了。你送什么追加预算？所以就算你要帮什么工具机啦、机械业者了，是吧？台电了，你再另外送个案就好了。你原来案子干嘛送呢？用了莫名其妙不必来送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林涛？基本上你可以看到，就有人在卓荣泰耳边一定讲丞相起风了，可是这个风是相反的风，是逆风，那你看到这些青鸟，刚才赵大哥讲到青鸟，还有这些绿营的名嘴，还在说你不能发啦。你不能发，你不让发是打自己脸哦。那卓荣泰现在发现自己的民调下滑，他宁愿打自己的脸，他都不愿意政治死亡，所以他这改弦易辙，马上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条例。可这条例其实有很多是过去他们说不过去的地方。第一个，他们之前不是说违宪吗？说这是法律案，不是这个预算案啊。可是过去中华民国有75%到80%的预算案的法律案是跟预算有关的，比如说妇女的条例或是孩子的条例，哪一项不是跟预算会有相关？所以过去代表他们根本是胡扯。第二个呢，他们拉不下脸，要给自己台阶。他们给自己台阶的方式，竟然是用我们人民纳税钱的200亿加上去，总共再加450亿，5900亿，告诉大家。没有哦。过去我们讲说这个1.8兆用掉1.4兆的超增预算，剩下4440亿，以过去5450是不用再举债的。可是因为他过去已经跟他们的群众说，我只要普发现金，一定要举债，所以他们刻意再加了450亿，随便乱凑完说，没有，我们还是要举债。因为多的这400多亿，我们已经超过原本的税季剩余的4000多亿了，你看有多夸张？然后第二个。过去蓝白最讨厌的就是说他台电拨补1000亿是绝对反对的，他现在跟你放个200亿，好，他跟你讲工业的韧性电网，也不跟你讲说是台湾哪一个县市的工业电网要升级成智慧电网，他就说我要200亿怎样？那你对于这些蓝白的立委，他一定说那质疑你200亿，那质疑200亿，吴思瑶就说
又是你蓝白在卡我法案。如果你们蓝白不卡法案的话，我们普发现金就可以继续了。他竟然还在用这种枝微末节、非常就是我讲说不入流的手段，要把这样子的政治的这个风向再拉回来。我觉得这叫做一个结论，叫做726没有输够啦。那如果823，他们在制的7-0，甚至在核三人民表达了意见，我真的觉得卓荣泰内阁跟赖清德要好好思考一件事情：过去你们面对你们青鸟的方式或侧翼的方式，其实已经被全民揭穿了。如果再用这种老招的话，全民都会唾弃。休息一下再回来。好，昨天礼拜四早上开行政院会，卢秀燕亲自去哦。当然，现在一般都是副市长去了哦。卢秀燕要亲自去，就表示呢重要，有备而来哦，表示很重视哦。结果说卓荣泰跟卢秀燕呢在行政院会呢吵架哦。那当然，他们昨天讨论就是那个追加预算啊，那些整个预算案啊。卢秀燕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我是支持，没问题。但是你地方补助款不要这样伤我们嘛。这个地方现在嗷嗷待哺，很多地方都需要这个钱啊，对不对？赶快给我们呢。”哦，那这个卓荣泰就说，我们是来讨论这个事情的，不是来创造声量的。哦，那卢秀燕就说，我创造什么声量？地方预算要据理力争，我都没有钱了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你就克扣我们的钱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？对不对？行政院这个很坏，为什么啊？立法院再也删掉行政院的一些钱，这很简单嘛。行政院就说，你删掉我的钱，对不对？我也删你啊，删什么？删地方补助款，为什么？蓝营县市长多嘛。所以呢，15、16个县市，我就把你都删掉啊！你删我删掉你这些县市长的、啊。那民进党也有啊，嘉义县啊、台南市啊、高雄市啊、屏东县怎么样？另外补助你就是，这什么了不起呢？对，我在行政院做过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另外专案补助你就是了嘛。这行政院钱很多，要补助还不容易吗？但是补助一般的补助款，通通给你删掉，删掉是谁？删掉是你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长，就这么简单哦。所以坏嘛，我觉得是不应该这样子的哈。好吧，所以呢，昨天后来呢，双北、新北、台北、桃园都去声援卢秀燕，他们也在行政院会啊，副市长都有去啊，都说我们地方是要钱啊，你删掉我们地方钱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那昨天呢，环境部长彭启明哦去还原现场，是说昨天卢秀燕很凶哦，像妈妈在骂儿子哦，很凶很悍哦。我问卢秀燕也不会像妈妈在骂儿子了，这是讲理嘛？你删掉我这钱，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可以这样吗？让我都没有办法，这个有钱来这个地方建设吗？所以刘秀燕说，地方首长必须要发声嘛。蒋万安昨天虽然没去，但是呢，声援卢秀燕，说你不要只想着快乐在一起。因为经济部长不是他们参加个参会，我还不懂哦，参会我也参加很多，没有说还有个名字的哦，叫让我们快乐在一起啊，就这种参会哦，哦，这很绝哦，以后参会都要想个名称哈哦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行政院就骂蒋万安。说你这叫戏谑式的发言，有失台北市长格调。什么快乐在一起？那这本来就是快乐在一起啊，不是吗？去了3个钟头啊。哦，虽然经济部否认，然后呢，台北市说谁错判关税谈判还快乐在一起呢？这是谁？经济部长啊。那你经济部长这么重要的位置啊。哦，那另外呢，行政院长现在行政院现在编787亿追加预算。哦，民众党团说我们要严审，而且不会买单。哦，不会恶霸，你们大罢免还要叫我们补助，不可以啊、哦。那所以呢，卓荣泰是酸民进党说你不了解地方的这个需求啊等等哈、哦。那另外呢，联合报的这个评论是说，行政院不应该表面上退让，实际上搞小动作，特别对地方补助款了哈。那另外呢，行政院又提公投罢免要追加15亿4千万，黄国昌就说你会不会太无能了啊？这个钱要编啊，追加预算了，我们看一下。那昨天的确是，他很不客气啦，那个氛围就像是妈妈在骂儿子，很凶很悍。尽管隔了一天还原开会现场，还是让环境部长彭启明非常惊叹，更形容台中市长卢秀燕就像妈妈在骂比他大3岁的儿子。行政院长卓荣泰两人互杠，气氛紧绷，全为了中央片面终止计划性补助。台北市长蒋万安助攻批评行政院只想快乐在一起，再一次呼吁行政院好好的诚实、公开、透明的向国人报告关税谈判的相关内容。另一方面，
也尽快的将违法删除地方政府的一般补助款还给人民，倾听民意。蒋万语气减缓，喊话赶快把钱还给人民。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击，遗憾蒋万以戏谑式的发言有失格调。各种情况跟条件之后，调整了对地方的补助，也因此也让地方在执行上，目前也遭受到一些跟以前没有的一些困难。卓荣泰院长也认了，的确地方有困难，因为摊开追加预算878.4亿元，地方一般性补助636亿元，而在中央统删一般性补助款，台北遭删37.9亿最多，其次为新北，也剩下81亿元。因此，国民党4县市首长要求全面恢复。那我们也愿意在恢复的过程当中，尽速的让地方在现在遭受到一些执行上有问题的，以及我们各部会在执行上有问题的，我们一起共同来解决。钱还没补齐前，就怕增加对立。卓奎强调会跟地方一起解决。思璇，这个行政院说蒋万安有失格调，这是戏谑性的发言。我认为这1年多来，真正没有格调、失格、没有高度、没有度量啊，其实就是民进党。大家我们前面讨论了这么多在立法院里面的朝野对立，其实大家冷静想一想，如果它是一个有度量、有高度的执政党，任何一项在野党推出来的东西，它是可以变成他自己的红利的。我举例，如果普发1万块，民进党是大大方方的在立法院也喊支持，并且快速的去执行，请问你，我们比得过民进党的大内宣吗？你掌握了所有的媒体，民进党发了1万块，我们在乎民生，我们在乎所有老百姓的经济，我们讲得过你们吗？今天是民进党在执政，钱是民进党发的，可是他偏偏选择要跟你斗，要跟你玩，然后一路搞到今天，所以我认为有失格调的是民进党。今天卢秀燕市长代表台中的市民，所有的这些县市的代表去行政院开院会，上一次一般性补助减25%，大家已经全部跳起来了，各县市首长。这一次这种计划型的补助50%，大家知道那是什么概念吗？我举例我们新北市，我们今年114年计划型的补助有474亿，474亿。里面包含了各种，不管是长照也好，捷运工程、交通、这个下水道、污水管等等，删掉50%，代表的是什么？你剩200多亿。我们新北市，我听到很多的官员讲说，那请问一下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县市上唯一的发声管道，除了立委的发声以外，就是行政院会嘛。那身为一个称职的行政首长，当然要为他的县市去做抗议啊，抗议都还算客气了，没有在里面暴走，我都觉得。这个我觉得是不应该哦，所以这一次在新北市，我就很仔细的在观察，前一段时间针对普发1万，这些所有的议员哦，不仅是委员，所有的民代不止青鸟，在议会里面是疯狂攻击。你们国民党不是说要发1万吗？为什么侯友宜你不发1万？我们也来发4万6，所以他们那个逻辑完全行不通。但是现在议员所有人安安静静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今天行政院来一个大转弯，结果被甩下车，全部是自己人。这些议员突然间愣了一下，说：“那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论述啊？过去我们在讲说你们是违宪，我们在讲说你们卖台、不做正事、不买军购，要发钱，用民粹的方式。结果现在自己行政院长要转弯，所以民进党现在经过了726以后，不但没有检讨，而且造谣继续。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就看到民进党的干事长吴思瑶说什么，民众党党徽打，我吓一大跳，开玩笑，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。”结果呢，就是200亿里面那个强化电网韧性的这件事情，各位你知道这个多荒唐吗？111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已经通过了5645亿，一个10年计划。这个计划叫什么？强化我们的电网韧性计划。也就是说，这10年每年有500多亿去做这件事情。你这200多亿，经过调查，台电今天的回复是什么？我们尚未规划要怎么样使用，我们今天会开会。完全没有细项，没有细节，连台电自己都不知道这200亿要怎么弄。结果民进党的干事长可以带头造谣说，这个民众党在挡北市科，这个辉达来这边，因为这200亿就是要来强化电网。先不论之前这个曾文生讲说什么，去年8月讲的，什么桃园以北5 megawatt 以上的这个不供电，因为电力不足。我先问啊，电到得了台北市吗？辉达。第二个，你这个200亿，民进党继续造谣。完全没有任何的悔过，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民进党现在非常悲哀的地方。就是民进党大概有一个逻辑的，有一个优先顺序，只要能够干掉国民党，什么讲谎话、造谣，通通没关系，因为呢，干掉国民党是他们最高的道德，所以其他都可以做。老师，
我想拉回到那个郭智慧的那个宴会了。我也参加过不少宴会啊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宴会有所谓主题的，你有吗？而且你如果非有主题不可的话，这个设计主题的也很 low 啊。那为什么我们快乐的时候要在一起？快乐的时候在一起不在一起不重要啊，是悲哀的时候在一起才可贵啊，不是吗？这个是非常好笑的，而且他说做东的是一个姓王的医生啊。而这个医生一定是很大咖的，因为他部长也请得动，翁启慧也请得动，但是又插进去了一个赵永清，监委监委，这个实在很奇怪。然后他又去了3个小时，但是7点多就退场，这有一点早，我想是去应付这个先底牌的危机了。但是我有一点不太同意刚刚志强的观察，我觉得青鸟没死。青鸟没那么容易死，青鸟只是得到暂时的厌食症跟失语症啊。他们现在饭不吃了，吃不下，不讲话，说不出个道理来。但是他们从心底，你越是绿，越是基层，越是跟青鸟同一个调调的，他们越相信真的是那1万块，他们真的相信，他们真的相信了又讲出来。那讲出来对自己是还好了，可以疏解自己的哀怨。但是呢，你是得罪了选民啊！选民明明知道他爱那1万块，你也不能讲啊，丢脸的事情怎么能够戳破呢？但是他们就是这个通过了以后，1万块答应了。但是如果823出来还是7-0，那到底是赢还是输？那赖清德又会讲25-0都是不赢不输，那7-0当然也是不赢不输，有这样的数学啊，才奇怪了。台中王义川说你们台中人都是爱钱，对，这个王义川真的很该骂哈，这是台中出生，这是台中有3个呢。对啊，然后他台中出生的，然后一开口呢就骂台中人了，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道德哈。我要讲一下这个彭启明，他说卢秀燕市长很凶悍。今天行政院苛刻地方的补助款，为了市民而怒，适当的怒，我觉得也是应该啊。那如果到这个节骨眼都不生气，也不帮市民讲话，难道要让你行政院扔头擒棍吗？就怎么欺负都无所谓吗？那我觉得卓荣泰他讲的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道理。他说卢秀燕市长是要蹭那个声量来博取声量，你整个行政院院会是有对外转播吗？有什么声量？又不是说实境转播，所以他骂你他会有什么光环，然后下面大家会留言说卢市长加油，什么都不是嘛。今天其实台中市政非常的繁重，多数时候我以前也担任过副市长，多数时候是会派这个副市长去出席的。那非常重要议题的时候，市长就会亲自参加，所以市长参加就只有一个意义，就是他必须在这个场合用市长的身份极力的争取，而且让院长可以让步，而且可以听得懂到底地方需要什么。所以为了市民，然后去争取，而且是很强力的争取，我觉得台中市民反而会给这个卢妈妈掌声啊，就是为市民争取该有的这个预算啊。但是整个这个行政院系统出来讲说什么博取声量，我觉得你那个讲的都是多余的，事情就不是这样。我记得有一句话，就是女为弱者，为母则强。是，就你不要看女人平常好像很弱，当要保护她的孩子的时候，很凶悍呐，很凶悍。我记得小时候我家养了一只猴子啊，柚子养了猴子，猴子突然跳到我弟弟身上去。张口就咬他鼻子啊！我妈妈冲上去把橘子趴着把那个猴子拉下来了。就说那个时候男生都在旁边束手无策，妈妈上去就把那个猴子一把就抓下来了哈，保护他儿子的鼻子嘛这我的意思，否则我弟弟现在没鼻子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卢秀燕你不叫她卢妈妈吗？是啊，台中市长卢妈妈，所以为了维护台中市民的权益，为了维护台中市的这个地方的预算。凶一点又怎样？本来就应该啊，不凶才奇怪的。需要再回来。